台湾茶怎么样？台湾茶很好喝，因为你毕竟第一次来嘛，那从你的角度来看的话，应该有很多新鲜的感觉。有什么是让你觉得可能跟你小时候所生活的我们大陆会不太一样？我觉得这次我想有一个特别的环节，就是我想让来宾来问观众，因为之前都是我来问观众嘛，所以我很好奇说，沈西你有什么问题想特别问一下台湾的观众，因为他们真的很热心，会为你解答。对啊，我想问，观众叮嘱我多运动，所以我怎么样，还不错吧？我觉得不够雅观啊。可能是没有听音乐啦。再跑一趟，再跑一趟。欢迎来到Angel 褶皱的频道，这是我国中的同学。我叫沈西，在美国大概13、14年了，做心理学的研究，就做科研。第一次到台湾。上一期我们聊完了台湾美食与台湾阿姨，研究心理与行为的他是怎么看台湾呢？乌龙茶很棒，看到这里好多茶，高山乌龙。正好我公公这边是茶行。你平时有喝茶吗？我平时喝红茶比较多。我在那个阿里山也是喝了2家不同的茶行，让我觉得就是台湾人很友好，就是在那个茶行里面，我就进去，然后他们就会你可以尝一下不同的茶，然后聊聊天，然后他们还会给我介绍他们是怎么做茶的，还带我去看了一下他们后面做茶的，就很热情。对，很热情。因为你毕竟第一次来嘛，那从你的角度来看的话，应该有很多新鲜的感觉。有什么是让你觉得可能跟你小时候所生活的我们大陆会不太一样？印象最深或者就是最明显的，对我来说可能就是只要你问问题，大家都非常的有耐心，然后很细致，甚至会给你多介绍一点，多讲一点，就像是朋友一样，而不会觉得说我就是在问一个事情，然后那个人为了完成那个回答问题的任务，然后来回答我会更觉得像是一个朋友他在给我介绍一个东西的感觉。这个是我觉得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台湾就会让我觉得很好的一个地方。因为你是研究行为的嘛，所以从你的角度来讲，你觉得是什么会影响到这件事情？影响人的行为因素有很多。我在台湾的时候，我也在想，为什么大家就是行为方式是这样啊？其中有一个让我在猜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和这边很多那个佛教的东西，或者大家信其他教也好，就是这种宗教上的东西会有关系。我有见到很多很多的庙嘛，这个是我在就是我只有在台湾见到，我以前没有见到。特别是台南的时候，就是我觉得那个庙多到就随便走到哪里，可能就在一个小区里，就在一个店旁边，就是各种各样不同的庙。我觉得那个对人的影响应该很大吧。而且我觉得那种庙不是说只是给人拜一拜的，我有感觉那个庙是有成为大家生活的一个部分。虽然我不是特别清楚它在大家的生活里面到底起到怎么样一个角色，有多深入，然后它比如说具体对大家的教导或者是这种影响是什么，但是我猜它应该对大家都会有一个影响吧，我猜可能多多少少。另外我觉得总体来说，作为一个社会，就是社会的这种 norm， 我不知道翻成中文是什么，就是可能大部分人的这种行为也是很能影响到个体的。比如说这是一个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热情的人，他的本性，但是如果当你发现大家都是以这样的从众心理吗？对，多多少少可能是从众，可能是想要成为一种像规范一样的东西的时候，我不知道，可能它也会有影响吧。我觉得，我不知道台湾其实生活节奏快不快，这个是我蛮好奇的事情。你没感觉出来？我感觉台南不是很快，那你这几天快点抓紧在台北感受一下。对，台北我觉得可能会快一些。我以前会觉得生活节奏应该很影响人的行为，因为我能理解人在很忙啊，
然后有很多事情要赶着做的时候，那多多少少就会不耐烦啊，然后很焦急啊，然后就那种感觉。可能台南我觉得大家人很好，也跟这个有一点关系，我不知道是不是那边生活节奏慢一些还是怎么样的。应该相对是慢一些了。对，像在那个台南住的一个青旅，哎呀，我真的很想给那个地方打广告，但是我还是不要说那个名字好了。然后在那个住的一个房间里，一共有4个人，然后有一个是本地的，是台湾人，然后他从台北到台南去玩，然后在我们大家就都要离开的那一天前一晚，他还去买了那个台湾的3件套的小零食，一个小泡芙，一枚小泡芙，一枚蛋卷，还有一个可乐果，然后给大家每人买了一套，说这个是那个就是台湾经典的零食小套餐的感觉。他年纪也很轻啊，因为他也是才20多岁，但是我就觉得哇，就是年轻人也是这样非常的热情和周到，然后很细致，非常的感人。我觉得就是在一个旅程过程当中，总是能收获很多有意思的经历哦。作为旅行的人，你觉得看一切都很新鲜嘛？然后什么都好玩，然后什么都好看，然后什么都好吃那种感觉。但对，有一次坐出租车我就跟那个司机说话，我说台湾太好玩了，然后那个司机就笑了笑，就跟我说我生活在这边觉得也就还好啦。太熟悉了。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作为旅游的人又跟在当地生活的人是不是感受会不太一样。对，心境不一样。所有人有事没事还是要到处走一走哈。对，我觉得这次我想有一个特别的环节，就是我想让来宾来问观众，因为之前都是我来问观众嘛，所以我很好奇说，沈西你有什么问题想特别问一下台湾的观众，因为他们真的很热心，会为你解答。对我想问如果推荐一样你觉得到台湾一定要吃的东西，你还是关于吃啊？你还有哪个东西必吃却没吃的东西啊？对，因为我觉得我一定漏掉的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我要为我下一次到台湾来就提前列好我的那个清单对，列好我的清单，所以我想要听一下真正本地的人，因为我这次其实没有，我就真的是走到哪里我看到什么没有试过。你没有做攻略，你就看到什么吃什么。对，哇，你不怕踩雷啊？有踩雷吗？没有，所以我才会觉得台湾的吃的很好啊。我还是就踩过雷的。我可能就是运气比较好，没有碰到。对，我这次因为没有做攻略，所以我就其实蛮想知道大家实际吃什么，会真的推荐什么东西。原来如此。对，好的，谢谢你的提问。那真的就是麻烦大家可以给他一些好的建议啦。那非常感谢沈西啊，今天就是我们可以老同学聚会，然后又陪我拍这样一支影片，然后一起献给大家，让大家更加的了解，就是不同的人眼中，就是在台湾旅行到底是怎样的一种体验哈。那我们也期待说有机会，你什么时候又有年假可以再来。我希望天天年假再到台湾来玩。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咯，我们下次再见，不见不散咯，拜拜，拜拜。